掉塌了包税。古装剧里那些大耳瓜子的桥段，10个有9个是假的。就拿皇帝吃饭来说，传闻每道菜只能吃3口，纯属扯淡。真实的历史是，大清皇帝一顿饭上百道山珍海味堆成山，哪怕是撑死，他连1/1000都咽不下去。那么这堆积如山的顶级剩菜，最后都倒进泔水桶了吗？根本不可能。在紫禁城高耸的红墙之外，一条由太监、宫女、京城大酒楼共同编织的地下黑色产业链，早就悄然运转了上百年。皇家吃剩的残羹冷炙，不仅成了宫外无数暴发户疯狂追捧的神仙肉，更活生生养活了北京城数十万的底层穷人。今天咱们就撕开这层温情脉脉的皇家滤镜，去瞅瞅历史背后那赤裸裸的残酷真相。作为封建帝国的最高主宰，清代皇帝在吃这件事上简直把穷奢极欲做到了极致。翻开内务府的绝密膳底档案，乾隆皇帝的一顿大清早的早膳，排场就能吓死人。燕窝红、白鸭子、大火炖肉、豆腐热锅，足足20品热菜，旁边还配着燕窝鸡糕、油炸锅渣等4道冷盘，再加上各式各样的酥皮饽饽、奶子点心，林林总总搁满了40个盘子。这还仅仅是一顿再普通不过的日常早餐。逢年过节的午宴，那更是把全天下的民脂民膏都搬上了桌。可老百姓偏偏喜欢瞎琢磨。民间野史和现代地摊文学里流传最广的一个说法叫“吃菜不过30”，意思是任凭你再喜欢哪道菜，只要筷子落下去第3次，旁边的太监就会立马把盘子撤走。阴谋论者说，这是为了防止皇帝的饮食喜好被刺客摸透，从而在菜里下毒。理智学者说，这是为了维护皇家威严，不能暴露出对口腹之欲的贪婪。但咱们揣摩一下人性的逻辑，皇帝贵为天子，在前朝跟大臣勾心斗角累了一整天，回到后宫想多吃2口喜欢的红烧肉，旁边一个阉人敢冲上来强行夺碗，除非这太监脖子上的脑袋是不想要了。答辩、清实录和历代皇帝的起居注根本没有任何限吃3口的明文规定，皇帝爱吃什么，御膳房的厨师心知肚明，甚至天天变着法子迎合，只为了博龙颜大悦，讨几个赏钱。不过话说回来，不管有没有人抢碗，几百道菜摆在那儿，单凭皇上一张嘴，那是绝对吃不完的。问题来了，这些吃不完的，甚至连动都没被动过筷子的顶级御膳，到底流向了哪里？要看清大清朝的这本剩菜账单，咱们得先往前倒饬几千年。别以为中国古代的帝王天天都这么挥霍，在先秦时期，生产力低下得令人发指，即便是九五之尊，在吃肉这件事上也得抠抠搜搜。当时的周礼严格规定，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意思是哪怕你是割据一方的诸侯王，要是没有祭祀天地的大事，你今天敢私自宰一头牛来吃，那就是僭越，就是犯法。那时候帝王能吃到最顶级的美味，也不过是所谓的8珍。搁到今天，烹饪手法可能还不如路边摊。即便是后来横扫6国一统天下的秦始皇，他在咸阳宫里的御膳水平，要是让现代人去看，那简直是受罪。很多我们如今天天吃的家常菜，秦始皇这辈子连见都没见过。拿最普通的番茄炒蛋来说，第一，铁锅炒菜这种高效的烹饪手法，在秦朝压根还没发明，当时做饭不是水煮就是火烤。第二，番茄这玩意儿得等到2000年后的明代大航海时期，才慢吞吞的传入中国。同样缺席秦始皇餐桌的还有土豆、黄瓜、辣椒、玉米、地瓜，水果更是惨不忍睹，因为古代没有冷链物流，南方的香蕉、菠萝、芒果根本不可能活着送到北方的咸阳，而像葡萄、石榴，还得等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之后，中原人才能尝到滋味。所以当年的始皇帝每天看着堆积如山的奏折，嘴里嚼着的除了大块粗糙的水煮肉，主食只能在小米、黄米和豆子之间反复横跳，调料更匮乏，只有大颗粒的粗盐，没有孜然，没有胡椒，更没有辣椒。天天吃这种没有灵魂的白水煮肉，再好吃的山珍海味也形同嚼蜡。这种单调的饮食地狱一直熬到了北宋年间，随着冶铁技术的跨越式进步，薄铁锅开始在民间疯狂普及，炒菜这项伟大的发明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皇帝老儿的舌尖才算真正得到了救赎。到了清朝，宫廷饮食的规格和奢靡程度直接飙到了中国历史的最高峰。为了测皇帝的肚子，整个国家机器就像疯了一样在运转。常规的蔬菜肉类由内务府按月司卡份额，这叫口分。光是皇上一人每天的固定份额就大得吓人，盘肉22斤，汤肉5斤，
猪油1斤，活羊2只，肥鸡5只，肥鸭3只，还有上百斤的鲜菜和牛乳，连喝的水都是每天用12个大罐从玉泉山日夜兼程运来的活水。这还不算完，全天下各地的封疆大吏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每年还要拼了命的往宫里进贡地方绝活。东北长白山百年朝上的野山参，深山老林里的熊掌，东南沿海顶级的燕窝、鱼翅。为了让万岁爷吃上一口南方的热带水果，朝廷甚至不惜动用国家级军事机密800里夹击驿站，异族们在官道上玩命狂奔，活生生跑死几十匹快马，只为了用冰块镇着那几颗新鲜的荔枝，赶在腐烂变质之前送到万岁爷的龙椅旁边。在这种变态的物质堆砌下，中国封建国宴的终极怪物满汉全席诞生了。全席整整包含了南菜北菜各108道，这么庞大的菜系当然不是让皇帝和王公大臣在一顿饭里塞进肚子里，而是分为早中晚多个批次，或者连续开宴2到3天才算走完整个流程。早先满人刚入关的时候，满汉官员是严禁同席吃饭的。幕后汉人官员越来越多，为了彰显所谓的满汉一家亲，朝廷发明了一种吃法，叫翻台，先上一桌满席，吃完撤下去，再换一桌汉席。到了最后，宫廷御厨干脆去粗取精，把2族的顶级菜肴融为一炉，这就成了名震天下的满汉全席。不过这种最高规格的国宴，即便是家底再厚的皇帝，平日里也舍不得天天吃，只有在皇帝大婚、万寿节或者招待塞外藩部首领的时候，才会特批内务府办上一场。而在平时，真正负责皇帝日常1日3餐的是内务府旗下那个神秘又庞大的核心机构御膳房。能当上御膳房管理事务大臣的，清一色都是皇帝裤腰带上的绝对心腹。这里的御厨个个拿着天价，高薪在外面风光无限，但在宫里，他们每天都活在伴君如伴虎的极致恐惧中。给皇上做饭，那就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菜咸了淡了，火候过头了，轻则拉出去一顿乱棍，打得皮开肉绽，重则直接全家掉脑袋。而且紫禁城太大了，御膳房距离皇帝日常起居的养心殿隔着大半个故宫，尤其到了滴水成冰的北方深冬，怎么保证这上百道菜端到皇帝面前时还能腾腾地冒着热气？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御膳房和太监们绞尽了脑汁，他们专门定制了一种双层的木质保温食盒，底层铺满烧得通红的炭火或者滚烫的热水，上面再小心翼翼地码上盛满御膳的精美瓷器。传膳的太监队伍更得像仪仗队一样，步调死死卡在一个节奏上，走的既要快如一阵风，又要稳如一尊钟。盘子里的汤汁要是敢洒出来半滴，当场就是死罪。大清初期的康熙、乾隆年间，皇帝每顿饭雷打不动120道菜，排场拉满。到了大清后期，外有列强火烧圆明园，内有巨额割地赔款，国库亏空得连耗子都流眼泪，皇帝的餐桌才被迫开始缩水，120道精简到了64道。到了咸丰皇帝掌舵的时候，更是可怜巴巴的剩下了32道。可谁能想到，等咸丰一死，慈禧太后一锤连听政，好不容易缩下去的餐桌又像吹气球一样狂飙了起来。刚开始为了立牌坊，他还装模作样的规定自己每顿只吃24道菜。等他彻底把持了朝政，清除了异己，骨子里的骄奢淫逸再也按捺不住了，直接一巴掌把伙食标准拍回了大清鼎盛时期的最高峰。每顿饭必须整整齐齐摆满120道菜。慈禧这一顿饭，光是原材料和人工折算下来，就得耗费整整200两白银。200两是个什么概念？当时大清朝一个普通的4口之家，一整年的全部缴谷，加起来也不过才几两银子。老妖婆在饭桌上动动筷子，几十户汉子1年的血汗钱，瞬间就化为了泡影。排场这么大，防刺杀的手段自然也严苛到了变态的地步。完善太监把菜端上桌，头一件事儿就是掏出一块特制的纯银牌子，在每道菜里死死扎一遍，瞪大眼睛看银牌有没有发黑变色，以此来排查有没有剧毒。这还不算完，有些生性多疑的皇帝还会专门圈养一批底层太监，在皇上动筷子前，把每道菜先当众吃上一口，这在宫里管叫尝膳。等这套繁琐的排毒流程走完，在山珍海味的绝活放在北方的冷风里，也早就凉了大半截，味道大打折扣。皇帝每天吃着这些温吞变质的剩饭，
嘴里能淡出个鸟来。不过正因为这上百道菜大多连碰都没被碰过，才在宫廷内外催生出了这笔吃不完的御膳的3大铁定去向。第一种是皇帝拿来做政治秀的恩赐，如果万岁爷今天心情通畅，或者想诚心拉拢某个大臣，奴才就会大手一挥，把原封未动的御膳赏赐下去。在内务府的绝密档案膳底部里，这种记录密密麻麻。比如乾隆4年腊八节这天，乾隆吃早饭时一高兴就把没动过的燕窝、挂炉、鸭子等6道顶级硬菜直接下旨赏给了储秀宫里的太监和宫女。至于前朝那些立了军功或者手握大权的核心重臣，更是经常能接到黄马褂传膳的圣旨。在大清的官场潜规则里，能吃上一口皇上的剩菜，那是祖坟冒青烟的政治荣耀。有些大臣接到赏赐，甚至得在家里摆上香案，像供奉祖宗牌位一样把剩菜供起来，全家老小跪在地上磕头谢恩。但在历史上，这种刺史一旦玩砸了，也会变成最恐怖的政治谋杀。民间野史里流传着一个极其经典的段子：大明开国第一大将徐达晚年不幸患上了致命的背疽，背上长满了化脓的毒疮，郎中千叮咛万嘱咐说这病是热毒，千万不能碰真蛾这种大发的毒物，否则神仙难救。结果生性猜忌，正愁找不到借口清洗功臣的朱元璋听说了，连夜派心腹太监提着一个精致的食盒送到徐达床前，打开一看，里面正是一只肥得冒油、热气腾腾的巨大蒸鹅。徐达看着这只蒸鹅，心里比谁都清楚，朱元璋这是要他的命。如果不吃，那就是抗旨不遵，满门抄斩；如果吃了，自己当晚就得去见阎王，横竖都是死。这位开国元勋只能含着眼泪，当着太监的面把蒸鹅吃得干干净净。果不其然，当夜毒疮剧烈发作，徐达在床上活活疼死。当然，这种阴谋论在正史里根本站不住脚，纯属后世文人为了抹黑朱元璋编出来的地摊文学，就像民间瞎传朱元璋早年要饭时卖钩子一样荒诞，咱们听个乐呵就行，千万别当真。除了赏赐御膳的第二种去向就显得十分恶心了，那就是原地回锅，反复忽悠。这种原地加热循环打卡的骚操作，在大清气数将近的末年简直演变成了御膳房的潜规则。大清的末代皇帝溥仪在自传《我的前半生》里就极其憋屈地吐槽过这件事。他说自己当年在紫禁城里当退位小皇帝的时候，虽然名义上还是全宫的主子，但每天看着御膳房端上来的那100多道花里胡哨的菜，他连看都懒得看，更别提动一筷子了。御膳房的那帮老油条太监一看，好家伙，主子不吃，这不就是现成的耗损经费吗？于是为了把贪污黑钱的利益最大化，那些压根没人碰过的精美大菜，每天都会被原封不动地撤下去。到了下一次开饭，直接在锅里重新加热一下，再次端上来充数摆体面。很多菜在后厨反复蒸了4-5遍，早就变质走味儿，散发出一股子死耗子味儿。溥仪虽然心里跟吃了一只苍蝇一样明白，但他那时候皇权旁落，内务府上下摊成一锅粥，他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这帮奴才把自己当傻子糊弄。而上述这些赏赐、回锅都只是皇家剩菜的毛毛雨，真正规模最大、最让人惊掉下巴的是第3种处理方式。太监们暗中联手宫外大酒楼倒卖御膳，形成了一条年产值惊人的地下暴利黑色产业链。咱们来扒一扒这帮阉人到底是怎么把剩菜变成真金白银的。在大清的中晚期，紫禁城的东华门外，一到清晨按傍晚就会出现一个极其诡异且热闹的地下黑市。宫里负责清理残羹冷炙的底层小太监会推着一辆辆巨大的木桶，鬼鬼祟祟地走出宫门。而此时的宫墙外，京城各大酒楼的掌柜和伙计早就跟闻到了血腥味的饿狼一样，黑压压地围了上来。他们这可不是在收泔水，而是在抢宝贝。酒楼伙计们会带着专业的眼光，根据剩菜的品相成色疯狂讨价还价，尤其是那些放了名贵药材、极品鲍鱼或者罕见海味的顶级剩菜，更是黑市上的抢手货。根据曾在宫里伺候过主子的老嬷嬷在《宫女谈往录》里的回忆，老妖婆慈禧太后吃一顿饭，桌上往往剩下上百道连动都没动过筷子的神仙硬菜。像当时京城里大名鼎鼎的高级酒楼致美斋，早就用银子把宫里的掌权大太监喂得饱饱的，两边达成了长期的利益垄断。酒楼把这些金贵无比的皇家原味低价成批买走，拉回后厨根本不需要大改，大师傅只需要稍微加温，换上酒楼特制的奢华盘子，换个精致的摆盘，就能在门口挂起一块响当当的招牌，美其名曰御膳宜香。你可别以为这东西没人要，当时京城里有的是腰缠万贯的暴发户，以及从外地进京
急于打通官场关节的土财主，在他们眼里，能花钱吃上一口皇上太后吃剩的菜，那不叫吃剩菜，那叫沾龙气。这是彰显老子有钱、身份显赫的终极象征。所以，哪怕一盘回锅剩菜开价成百上千两白银，这帮暴发户也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争着抢着买单，只为了在酒桌上跟人吹一句：“这可是万岁爷今天中午刚退下来的原赚。”为了把一桶剩菜的利润榨干到最后一滴，大酒楼把品相完美的硬菜挑走后，剩下的那些边角料汤汤水水就会被等在产业链最末端的市井小贩打包买走。在老北京的天桥、菜市口一带，这些小贩挑着扁担走街串巷的开始卖一种特殊的小吃——折罗。所谓折罗，其实就是把宫里各大主子剩下来的各种高端食材剩汤剩饭混在一起，再加入一些廉价的白菜豆腐，在大铁锅里重新熬煮成的大杂烩。这种东西虽然卖相极差，黏糊糊一锅，根本没办法跟大酒楼里精致的御膳宜香相比，但对于当时北京城里那些出苦力的车夫、脚巡、搬运工来说，这简直是人间无上的美味。平日里，这些底层穷人连一星半点的猪油渣都见不到，而这一碗热气腾腾的折罗里，运气好时还能捞到一块燕窝鸭子或者鱼翅碎渣，一碗下肚，油水给的足足的，不仅能瞬间补充一整天高强度体力活消耗的能量，还能让这些苦力人坐在街边津津乐道好几天，逢人便吹牛皮：“老子今天也尝过了皇上吃过的稀罕物。”听到这儿，如果你也想尝尝这沾了龙气的折罗大杂烩，不妨先在视频下方给强叔点个赞，顺便订阅一下强叔讲局频道。跟着强叔，咱们接下来去瞅瞅更颠覆你三观的皇家内幕。话说回来，这条从紫禁城御膳房一直延伸到京城高级酒楼，再到市井地摊的剩菜倒卖黑产，分工之明确，利益之庞大，超乎想象。无数的太监和宫外不法商人靠着这吸附在皇家餐桌上的黑产赚得盆满饱满，买房置地。然而你千万别以为紫禁城里是个奴才就能分到这笔肥差，那些处于绝对底层的普通宫女和杂役小太监，连御膳房的门槛朝哪开都不知道，更别想碰这些倒卖变现的剩菜了。能在这条黑色产业链里抽头分一杯羹的，全都是皇帝和太后身边红得发紫的掌权大太监，或者是御膳房里有头有脸的管事头目。大清的太监系统阶级森严，从高到低分为大总管、副总管、首领太监，最后才是那些干粗活、干脏活的底层小阉人。那些能日夜跟在主子屁股后面伺候饮食起居的太监，手里捏着通天的权力，他们才是这条黑产的源头和最大受益者。至于那些底层的苦命人，每天的活动范围被死死限制在几个阴暗的角落里，一辈子也见不到皇上一面，老老实实干活就是他们的宿命。敢偷吃一口，当场就能要了他们的命。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戴着耳机的现代人会觉得一阵恶心，皇帝吃剩的残羹冷炙，那不就是口水菜吗？京城里的达官贵人和老百姓怎么还能花高价买着吃？心里不膈应吗？大错特错，这完全是拿现代人的卫生观念去套古代的历史事实。首先，在物理层面上，这些菜极其干净。皇帝在吃饭时，并不是自己拿着筷子在百道菜里胡乱翻搅，而是由旁边伺候的传膳太监使用专用的公筷，按照皇帝的眼神示意，小心翼翼地夹起一小块，放到皇帝面前的专属小碟子里。也就是说，桌上绝大多数的菜在物理上根本没有沾到皇帝的一丝口水，堪称完美的冷拼原传。其次，也是最核心的思想钢印，在封建社会的平民甚至王公大臣眼里，皇帝那是受命于天的真龙天子，他身上带着一层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权光环，只要是皇帝碰过的东西，那就被赋予了通天的政治意义和神圣价值。皇帝随手用过的笔墨纸砚流到民间，就是价值连城的传家宝。皇帝穿过的旧衣赏赐下来，大臣得供在祠堂里代代磕头。在这种根深蒂固的皇权崇拜下，吃皇帝剩下来的饭菜，那不叫吃剩饭，那叫承沐皇恩，是几辈子修来的无上荣幸和福气。谁要是能吃上一口，甚至觉得自己能百病不侵、升官发财。再者说，咱们得看看那时候残酷的社会现实，除了极少数垄断了天下财富的皇亲国戚，全天下9成9的底层老百姓，在老天爷赏饭吃的年代里，每天活着的唯一目标就是不被活活饿死、冻死。在严冬和荒年里，连树皮草根都要抢着啃的穷苦百姓，面对一碗混着皇家燕窝、鱼翅、肥鸭子汤的碎折罗，那是救命的琼浆玉液，肚子都填不饱的纪元里，卫生和尊严
成了最廉价的奢侈品。既然连高高在上的御膳都能被底层的残酷现实解构得如此淋漓尽致，那紫禁城里那成千上万名普通的宫女和太监，他们真实的日常伙食又是一幅怎样的画面呢？在掀开这层锅盖之前，咱们必须先狠狠一巴掌拍碎现在的网络古装剧和穿越小说给大众洗脑的宫廷滤镜。现在网上有很多营销号，天天拿着大清内务府包衣三旗的选拔条件大做文章，把进宫当宫女吹成了一份能飞上枝头变凤凰光宗耀祖的神仙编制，甚至引得无数无知的小姑娘幻想穿越回清朝去伺候皇上。这简直是历史盲说梦话，荒唐可笑到了极点。在大清朝，宫女虽然名义上是从旗人内部挑选出来的，但只要进了那道红墙，他们的身份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地位卑贱、任人践踏的奴才。他们的基本人身安全根本没有任何保障。主子今天心情不好，丢了东西，或者仅仅是看他们不顺眼，随时随地都能叫人拖下去一顿残酷的杖责，活活打死也是一句话的事儿，对外只报个暴毙便能了结。幕后除了清朝规定服役满一定年限，通常是25岁可以放出宫之外，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朝代的宫女，一旦被那道沉重的宫门锁死，就意味着这辈子跟宫外的父母家人成了生死诀别，此生再无相见之日。他们只能在阴暗潮湿的下人房里悲惨的听天由命。哪怕是在历史上以统治宽松仁慈著称的汉代权威史书《汉书》里，也冷冰冰地留下一句记载：甲子帝崩于未央宫，出宫人归其家，复终身。这句话背后的血泪意思是，只有当高高在上的皇帝或者太后驾崩不幸去世的时候，朝廷为了所谓的给驾崩者积阴德，彰显皇恩浩荡，才会把极少数处于最底层的幸运宫女特赦遣散回家。可是即便你侥幸回了家，头上也悬着一道残酷的死命令，终身不许再服役，也终身不许结婚嫁人。这哪里是放人一条生路，这分明是换了个地方继续禁锢他们孤独终老的凄惨人生。在漫长而凄惨的服役期间，皇宫里的宫女和那些地主老财家里被禁锢终身，随时可以买卖打骂的粗使丫鬟，在命运的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他们绝大多数人都被扔在宫廷最阴暗的角落里，一辈子从事洗衣服、刷马桶等繁重的体力劳作。他们的尊严和性命完全由上层的统治者绝对掌控，根本没有一丝一毫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到了经济极度繁荣的北宋神宗时期，深宫里的宫女们才总算熬来了一点点微不足道的人道主义关怀。在以前残酷的旧制度下，后宫的宫女如果一不小心生了重病，主子们为了防止病气传染给尊贵的皇室成员，会立刻下令把她像死狗一样拖出去，扔进偏远荒凉的废弃寺庙里，集中隔离，任其自生自灭。那里没有郎中，没有草药，卫生环境几乎为零。被送进去的宫女10个有9个只能在绝望的抽搐中痛苦等死。后来宋神宗下了一道死命令，专门派太医院的太医定期去给生病的宫女开药瞧病，这才让底层宫女的存活率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这种在现代人看来最基本最理所当然的生命保障，在当时竟然被史官当成了不得的帝王大恩，郑重其事地写进了正史之中。到了明代，民间老百姓对朝廷那套强制性的选秀女制度更是恐惧到了骨子里，避之唯恐不及。每一次只要朝廷选秀的传闻一封传开来，民间就会引发极其可怕的恐慌，甚至酿成一幕幕荒诞不经的家庭悲剧。传统戏曲里著名的拉郎配，还有古代话本小说《拍案惊奇》里描写的穷秀才在乱世里白捡娇妻的桥段背后的真实社会背景，全都是明代百姓为了躲避朝廷抓秀女而想出来的损招。到了明代嘉靖年间，这种恐慌更是飙到了顶峰。有一次，仅仅是因为朝廷要在浙江大面积选拔秀女的谣言传了出来，当地的老百姓为了保护自家闺女不被抓进深宫当奴才，纷纷忙着把家里还未成年的小女孩草草嫁出去，哪怕对方是个沿街乞讨的叫花子、瘸子，做父母的也心甘情愿含泪下嫁。整个浙江地界乱成了一锅粥，礼义廉耻在这一刻荡然无存。明代古籍《刘清日札》里就白纸黑字地记录了隆庆2年民间躲避选秀的疯狂奇观。当时民间凡是8岁以上、20岁以下的适龄女孩，他们的父母都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慌不择路的要把女儿塞给别的男人，只要对方是个活着的雄性，能喘气就行，根本顾不上什么门当户对。有的父亲因为实在找不到单身男人，为了躲避官府搜查，急得大半夜提着油灯把家里雇来干粗活的长工强行叫醒，命令长工当场跟自家的千金小姐拜堂成亲。这种荒唐的社会奇观，深刻地剥离了古代皇权对底层百姓最极致的压迫。你看看，连死都不怕的百姓，为什么怕把女儿送进宫？因为那红墙里不仅会吞了人命，连一顿像样的饱饭都不会给这些最底层的奴才吃。这就引出了咱们接下来要揭秘的普通宫女太监的真实伙食标准。即便是在选人制度看起来最完善的大清朝，那些真正有权有势、出身满洲上三旗的顶级高官显贵，他们家里的格格全都是通过正常的政治联姻直接嫁给各路王公贵族当正福晋或者侧福晋，是绝对不可能被送进宫去给别的女人当端茶倒水、洗脚捶背的低等奴才的。所以那些进宫干活的清朝宫女，虽然祖上可能有个包衣旗人的户籍，家世听起来像那么回事，但实际上在真正的统治阶级眼里，他们依然是庞大皇权机器下最底层的卑微齿轮。撕开了宫女的悲惨外衣，咱们最后来瞅瞅他们和普通小太监最真实的伙食标准。与皇帝动辄上百道山珍海味的御膳相比，底层宫女和太监的日常饮食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充满了冷酷的阶级对比。他们的饭桌上基本全是以廉价的粗粮为主。根据晚清出宫的老宫女在《宫女谈网录》里的亲口口述，宫女一天的伙食标准低得可怜。大清早的早膳，每人只能分到一碗稀得能照出人影的稻米粥，主食米饭更是限量供应，多吃一口都没有。中午的午膳相对能见点油水，能吃上一碗香米饭。晚膳伙食再次断崖式下跌，只能喝粗糙的小米粥，搭配糙米做出来的硬的能砸死人的硬窝窝头。至于菜品，长年累月全是便宜的清水煮青菜，或者是为了下饭而腌制的咸菜，根本没有任何复杂的烹饪手法可言。在一些物资稍微充裕的盛世朝代，或者是特定的时令节日，宫女太监们才能按照严格的级别分到一丁点塞牙缝的肉食。在平头日子里，他们只能就着毫无油水的清水菜把粗粮咽进肚子里。这样的日常饮食虽然跟豪奢绝缘，甚至极其清苦，但在那个动不动就一子而食、发生大规模饥荒的封建社会里，这碗牢饭至少能保证他们有一条活命，不至于在严冬里去啃树皮。可即便吃得这么差，宫廷在他们的饮食礼仪上却有着变态且严格的刑罚规范。下人们集体用餐时必须死死遵循特定的长幼尊卑顺序，坐姿吃相都有着极端的限制。饭桌上如果有人敢交头接耳、大声喧哗，一旦被管事的嬷嬷或者首领太监发现，当场就是一顿罚跪或者掌嘴，打得满脸是血。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为了保证宫廷空气的绝对清新，宫女太监在服役期间是严禁食用大蒜、洋葱、韭菜等任何带有强烈刺激性气味的食物的，因为他们需要长年累月近距离的贴身伺候在主子身边。如果因为吃了韭菜，身上散发出哪怕一丝丝难闻的异味，惹得脾气古怪的主子瞬间不高兴，下一秒就可能给自己招来掉脑袋的无妄之灾。在日常用餐时，他们还会极力克制自己，少吃，甚至尽量不吃流食，连水都不敢多喝一口，因为汤水喝多了必然会频繁地产生尿意，想上厕所。而寝宫里的主子随时随地都会下旨召唤，如果因为你拉肚子上厕所耽误了主子的差事，在深宫的规矩里，这就是不可饶恕的死罪。宫女谈网录里明确记载，宫女们在深宫的岁月里极度忌讳吃鱼、虾、韭菜、葱蒜，就是为了严防在伺候主子时身体不小心出现排气的虚宫，或者是控制不住的打嗝。这种连基本生理本能都要强行压抑的生活，对人的肉体和精神都是极其残酷的摧残。这些在深宫高墙里耗尽了青春和体力的苦命人，晚年的命运更是凄凉的让人落泪。而太监的结局则比宫女还要悲惨百倍，失去了男儿身的他们无儿无女，一旦老了干不动活，就会被冷酷无情的内务府像扔抹布一样赶出紫禁城。没有子女养老送终，那些老太监只能拿着一辈子攒下来的养老钱，去北京郊外的破庙里捐一笔香火钱，以此换取一个勉强遮风挡雨的栖身之所。昔日在宫里倒卖御膳、呼风唤雨的大太监老了，也只能跟一帮废人聚在寺庙里，互相抱团取暖，在孤苦无依的等死中
慢慢度过悲惨的余生。不过客观来说，他们在年轻服役的时候，遇到重大节日，还是能捞到一顿安慰饭的。每逢年节或者皇帝大婚，宫里会大发慈悲的给这些底层奴仆额外开荤。清代官方史书《国朝宫史》里详细记载，到了冬至这天，内务府会专门给下人们准备羊肉酸菜锅子。但即便在赏饭吃的时候，阶级依然被卡得死死的。宫女是每4个人共享1个火锅，而地位更低的太监则是每6个人才能共享1个火锅。从这个细微的火锅分配比例上，就能一针见血地看出来，在满清的后宫里，因为宫女好歹是旗人出身，他们的整体阶级待遇终究还是要比那些失去男儿身的汉人太监好上那么一丁点。但在那个天灾人祸不断、底层物资匮乏到了极限的荒蛮年月里，为了能让孩子有口饭吃活下去，全天下无数走投无路的穷苦百姓依然会狠下心来，亲手将自己的孩子净身，或者报名送入深宫高墙之内，哪怕从此出卖一辈子的自由与尊严也在所不惜。综合咱们今天讲的一切而言，皇帝每天吃剩下的那些如山般的豪奢御膳，根本没有被随随便便倒掉，而是通过一条庞大且隐秘的地下黑色产业链，做到了极致的物尽其用，变成了太监和酒楼手里滚烫的真金白银。而底层的宫女和太监，他们悲惨的一生，也不过是在这冰冷的皇权机器缝隙里苦苦挣扎求生的一粒沙尘罢了。不知道这些赤裸裸的真实历史细节，和你平时在古装剧里看到的风光画面有没有巨大的区别呢？好了，今天这期干货满满的硬核视频就到这里，喜欢强叔的朋友别忘了在视频下方点赞订阅，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